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美好和顺利哈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对自己充满质疑的，或者说白点，就是有点看低这个职业选择吧。我有过太多患得患失的情绪转变，我会因为等待人资，第二天可能给我打来的电话而晚上失眠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CGPB， 我是陆姐。今天我们来聊聊害怕和恐惧。我小时候的性格是一个很容易害怕和自我怀疑的人，在很多与自己的对话里，心中的声音总会说：万一我做得不够好呢？万一对方不认可我呢？万一出了临时状况呢？我怕一切的努力都是白费，我怕让周边的人失望，我怕自己怎么做都赶不上外界对我的预期。万一和我怕这两个字眼占据了太多的空间，多到让我逐渐意识到，害怕给我形成了一种固有思维。看很多事情，我会预想到最坏的结果，看人生这杯水永远看到是半空而不是半满的。然而恐惧是一种最原始的情感反应，起源于人类的生存本能。它帮助我们的祖先在面对猛兽或者其他生存威胁时，迅速做出反应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。即使到了现代社会，恐惧仍然是一种必要的情感，它让我们在危险来临之前提高警惕。然而恐惧也可能成为一种无形的障碍，它让我们犹豫不决，甚至因为对失败的恐惧而选择放弃追求梦想的机会。正确的面对它，能让我们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轻松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是如何面对恐惧的一些小故事。我想告诉大家，恐惧其实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，是一种我们能够驾驭和利用的情感。当我回顾自己的职场经历时，表面上似乎一切都很美好和顺利哈，但是有很多的时候，我的内心是对自己充满质疑的，我是带着害怕去面对现实的。实际上，我在职业生涯的许多阶段中，都不得不直面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确定性。我常常会问自己，我真的能胜任这份工作吗？我能达到别人的期望吗？我是不是太普通了，无法在这么多优秀的人中脱颖而出？如果往前追溯，可以把时间线倒退到我上大学之前，当时需要我对自己的专业做出选择。当我想顺着自己的理想选择艺术时，我发现周边的同学，特别是亚裔同学，都几乎全部选择了工商法医，而成为医生又是首选中的首选，那代表着高等的社会地位、稳定的就业环境和丰厚的薪资收入。我周边大多数同龄人都对我的专业提出了质疑，或者说白点，就是有点看低这个职业选择吧。当时我的数学在班上名列前茅，数学老师觉得太可惜了，特地来问我靠艺术打算以后怎么生存，我有没有好好想清楚这件事儿。在第一次面试时，对自己的不自信跟恐惧再次袭来。如果你们听过我第一次在游戏业找工作的故事，就会了解那段经历的始末。我对当时的恐惧和不安并没有细聊，但是在诸多竞争对手中，我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，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短板。这个短板能让我在任何一轮筛选中被淘汰。我有过太多患得患失的情绪转变，我会因为等待人资，第二天可能给我打来的电话而晚上失眠。我会在找工作的6个月无法静下心来画画，不停地刷新自己的邮箱，看有没有公司联系我。那个时候强哥会带着我出去吃饭、看电影、唱歌给我听。也许他应该在某一次录视频的时候唱几句给你们听。他会想各种方法让我分散注意力，缓解我的焦虑。那么大家都已经听到这儿了，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内容，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那我们接着说，接下来从 Eidos 到 UB 的工作转变，让我面临着新的害怕和不安。我从未参与过如此知名的 IP 项目，身边环绕着很多前辈，都比我有经验的多。在 Eidos 的项目做的是近未来的设计风格，而我在刺客上需要用古典油画的手法画历史题材。我如何才能证明自己？如何才能不让周边的人对我失望呢？从 UB 转到腾讯，我的不安有增无减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企业文化，还有远程工作的模式和不同时区的现实困难都成为了不确定因素。而且我和大团队有不一样的经历，对工作流程会有不一样的理解和观察角度。那时候的我又感受到了害怕这2个字。但是这时的我已经在职场历练了很多年，我会有一些心理上的小技巧来驾驭这种状况。当我感受到害怕2个字的时候，我会很快的让这个潜意识变成明意识。说白了，我会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一切这种所谓的负面情绪。我会对自己说，是的，我感受到的就是害怕，在这个领域里，我就是比别人弱，我今天就是打不起精神，我很想逃开这个挑战。
当我能在明意识的层面去面对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就克服了大部分他们能对我造成的伤害。我开始意识到，害怕并不是一种弱点，而是一种信号，提醒我需要更加认真地对待眼前的困难。通过正视这些恐惧，我逐渐学会了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，如何在不确定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。接下来我会继续问自己，是的，我是害怕了，那么什么都不做吗？躺平吗？放弃吗？会后悔吗？我的努力是为了自己，还是为了别人的眼光？我的努力是为了一个结果，还是为了自己觉得有价值的经历？当我把重心放在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价值观，而不是别人对我的态度、对我的审视的时候，我会让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充满积极的词语和想法，锻炼自己有意识的去看人生这杯水，它是半满的。比如上大学前选择专业这事儿，的确，周围有很多的人都在质疑，连父母的同事朋友有时都会质疑。但是我有一直支持我的理想的父母，和我走得近的、了解我的朋友也会让我一直不要放弃，告诉我是有天赋和能力的。当年我在学校的各种艺术类的活动跟比赛中，也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也许这些都是冥冥中给我的提示，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。比如在第一次的游戏行业求职经历里，我用沟通技巧、作品集、主动力、行动力，克服了我没有经验的弱点，让 Eidos 的团队选择了我。从 Eidos 到 UB， 虽然我没有接触过刺客的 IP， 但是我有法语的语言优势，从小就学习过各种传统绘画的技巧，这都能让我更加快速地融入到团队，画出项目要求的风格。从 UB 到腾讯，我依然有语言优势，会中文，能和团队直接沟通和交流。团队上也有同事和我有过相似的海外工作经验，经历过海外的工作流程，能让我们的步伐和推进节奏更加的吻合。总之，面对恐惧是我们成长和变得强大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恐惧往往来源于我们潜意识对某些事物的执念，这些事物可能是我们一贯认为很重要的东西，比如自尊、面子、形象，甚至是别人对我们的评价或认可。然而，当我们深入反思这些看似不可或缺的东西时，会发现它们实际上非常空洞和表面化，甚至并不能真正决定我们的价值或生活的质量。执着于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，反而会让我们失去更多。勇敢地面对恐惧，不仅是一种挑战自己的方式，更是一种打破局限、突破自我设限的有效途径。在直面恐惧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发现那些曾经让我们望而却步的困难，实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。随着一次次面对和克服恐惧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坚韧，意志会更加坚定，面对未来的挑战也会更加从容。只有当我们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念，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圈，迎接未知的考验时，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潜能，体会到成长带来的喜悦和充实。无论恐惧来自何方，无论我们面临多大的挑战，只要我们愿意勇敢面对，都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道路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，成为那个更加强大、更有智慧、更充实的自己。如果想听更多我的经历点滴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哦。下期再见，拜拜。